大家好，我是骆老师，我是 Sylvia 雅欣。哎，你不是当年经典赛红极一时的球童妹吗？老师，您还记得我啊？当然啦，当年中华队不就靠你打赢荷兰的吗？好了，开玩笑的，欢迎你的加入喽 ，Let's go！ 老师，今天是我们节目首播，不是应该邀请特别来宾与我们一同共襄盛举吗？当然啦，而且这位来宾还不是普通的哦，是个大咖的来宾。好了，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托台湾运彩的福，让我们邀请到这位知名的人物，他就是在台湾棒球界和演艺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节目播出万众倾倒，轰动武林，进京万九，在他面前没人敢称最屌的本土综艺天王蹦恰恰，欢迎蹦哥。透早吼，给你贴到精神。什么样做？什么叫做叫做慢叫？慢叫，我台语不太好啦，请多多见谅啦。行动慢叫。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早。旧金山巨人对上芝加哥小熊，我可以看到呢，其实本季呢巨人在让分盘的表现是78胜84败，而小熊在让分盘的表现则是87胜75败。也就是说，芝加哥小熊其实是一支过盘率比较好的球队。小熊队一直是我从去年开到现在一直看好的球队。先不管他什么让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小熊队终要破除那个魔头，终是要得到总冠军一次，世界大赛的冠军。因为换了总教练之后，整个气势都不一样，这很奇怪。就是讲恁当哪家长换人哦，气势就会不一样。雅欣，你相信魔咒这回事吗？基本上我不太相信魔咒这种东西，毕竟球是圆的。只能说小熊这蛮长的一段时间运气真的是差了100多点，好像不是差一点点而已吧？很多点，很多点。所以我说的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嘛。胖狗，你刚才讲那个山羊魔咒，是啊，对，当年被下的魔咒啊，就是永远拿不到冠军的这个问题啊，超过100年的哦。上次冠军是清光绪年间的哈，不夸张。然后那个，其实演艺圈也有一些魔咒的问题哦。我们常常讲的金钟魔咒啊，某人得了金钟奖之后，后面就没节目，节目就停了。其实我也不相信，因为本人没有得过几座，没有，我没有说几座。哦，好。对，孙悟空被镇在五指山下也不过500年了。是啊，小熊再等400年也是可能。哎呦，太久了，对吧？那我请我的曾孙子来烧纸前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你得先结婚才有哦，对。好，运彩呢，那我们谈棒球这个部分就好，有简单几种玩法，主要第一种就是不让分，对，不让分就是单纯的比输赢，这最简单的。对，那第二个就是让分盘。对，让分就是强队要赢多一点，那1.5分就是要赢2分以上才叫过盘。那如果是受让的话，就是输1分或是赢球都是过盘。那如果你不想玩胜负输赢的话，还有几种玩法。那像大小分就是比2队得分的总和。那另外就是单双。对，那单双比较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放在让分、不让分跟大小。大跟小的差别在哪里？哦，大跟小就是说比赛会有个门槛嘛，像这场比赛7.5分的大小。对，那7.5的大小就是说2队得分的加起来，看有没有超过或是低于7.5分。棒球还有半分的，对不对？大家不要误会，他就是为了不让出现平手的状况，所以才设0.5。假设今天比赛是5-2，考你大还小？刚刚说7.5嘛，小。那直接看就很清楚的，大小分就很好算的，7.5以下是小，以上是大。对，没有7.5的，所以你要8嘛。哎，对，再考你。假设说今天比赛跟昨天一样，1-0，小熊1-0，请问让分是过盘还是没过盘？不过盘。叮咚叮咚，厉害！那你太搞了。哎呀，1.5，1小于1.5，你也知道。我们刚刚提到场中嘛，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因为一局下段小熊先得了1分，那二局上的马上巨人又攻占上垒，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大小盘就回到7.5，那而且小分的赔率其实有稍稍的往上提升一点点。哦，所以每一场都会变动的是？对，长球就是赔率随时在变的，它随着战况来变化。对。刚刚讲的小分，有可能这一场会超过，对，变成大分，有可能。所以它慢慢就在变动当中。你如果在投注这运彩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场中投注再加下去，那可能赢的赢面就非常非常的大。对，让大家享受不同的乐趣跟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下注这样子。如果说大家想要投注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就是所谓的线上投注。哦，对，线上投注。对，台湾运彩其实也有提供线上投注的功能，只要身份认证通过，再开个账户，就可以享受线上投注的乐趣了。出门就算下雨，像今天这样下雨天，你也不需要跑彩券行。所以再重复一次哦，如果你今天懒得出门，或者是今天天气不好，再或者是今天比赛是半夜，那怎么办呢？线上投注，线上投注，台湾运彩也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哦。那当然再次呼吁大家啦，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设身份认证的这一道关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是成年有经济能力再来做运彩投注的这项休闲活动，有经济能力再来玩这个游戏哦。要满18哦，成年人，经济能力哦，经济能力，对，你身上至少要有100块，100块，对啦，100块玩得起再来。一般的投手声卡球是必备的球种，你一定要注意看王建民的每一张照片，最后手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是因为他以前是比较高，他以前念书的是高压式的头发，从2楼往下的头发。可是当这里开刀之后，这样子头会比较轻松，有点是这样子翻过来会更轻松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本人也开刀。哦，说一下，哇，本人也开刀，开在这里，开在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样子投是轻松的。那个像你看，像这种有危机的状况，就是需要这种声卡球、滚地球的出现。那而且要知道小熊队的手背漂亮，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对，你看像昨天那场比赛嘛，对不对？对，两边就是哇各种精彩的那种攻防你来我往。投手除了投手投的好之外，其实昨天雷手投的三振不多，5个三振而已嘛。什么意思？对啊，剩下的22个出局数全部靠手背啊。防守也防得好。对。请问你三振最少要几个球？啊？三振最少要几个球？数学题。最少。确定？最少。对，要投几颗球？最少要投几颗球？对，3个。哦，干嘛那么不确定？就是3个。啊，吓到我！但是你有可能是3个球1局结束哦，这是发生过的事情哦。连续3个球，连续打3个准击球就结束1局。对，所以你要三振一个人还要花掉3个球，至少。所以要三振不如让他一球出局的。所以各位爱打球的朋友，以下是开玩笑，如果你要声卡球投得好，麻烦你去开刀。您跟棒球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啊？我跟你讲，出家人啊，或者是修道人，以后往生烧出来是舍利子，我烧出来就是棒球。我们那个年代，我是在电视机前看到，中华少棒队在威廉波特夺得冠军，半夜起来放鞭炮的那种。我都早了1年，所以我都认为，棒球员是英雄，大家很喜欢棒球。每当大型比赛即将开战，总会在新闻上看到地下签赌的一题。想请问碰狗您，地下签赌与台湾运彩到底有什么这样的差别呢？那差别可大了。地下运彩，不是我看过很多例子的，所以要碰触到法律的问题。然后有些球员坦白说了，有时候也很无奈，他的被威胁或被利诱等等的，就是因为大家签了这个东西，你得卖个买。你的手机啊，你也感觉伊就无好，伊就卖咖啡，伊就爱关店嘛。所以投注运彩当然要选合法的哦，就像我们台湾运彩的 slogan， 买运彩看比赛更精彩。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押韵的吗？当然啊，设计过的 slogan 设计的好，对，好普通，好普通吗？好，我加一点好不好？买运彩看比赛单一来，看在上一波赶快。赞。不过重点来了，你如果是台湾运彩，你输就那么一点点，对啊，你赢也不会赢很多啦，好玩就好，而且好玩，然后过程整个人跟随着在里面心情起伏变化，让你的血压多好玩啊！调整血液，血压需要准备一下。像台湾运彩这个10%的运动基金嘛，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大家平常比较不知道，比较没有听说的哈。对啊，我也不知道。平常这个资讯比较少，所以我们这里跟大家真的报告，10%做的，你不要看这个40%很高。
10%给拿来做这个运动推广运动的基金，然后其他是奖金的部分啊，还是什么的，一大堆。反正这个10%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栽培我们国家不管是未来的人才啊，或者是体育方面的东西。所以你花了一点点钱，你就已经支持了国家很多。哎，雅欣啊，是今天是你的另类的第一次出体验嘛？对。对，你看了我们讲这么多棒球跟运彩，有什么感想？其实该讲的都讲差不多啦，当然是马上去买我人生第一张运彩，跟观众朋友一同享受比赛的乐趣啦。老板，我要加入。你是为了看帅哥吧？台湾运彩是台湾运动产业的重要一环，健康娱乐是台湾运彩的核心价值。地下签赌会触法风险、道德风险、财务风险。台湾运彩今年营业额上看300亿，实质回馈在体育发展10%将超过30亿，这是国家体育预算的1/2。支持台湾运彩就是支持台湾运动。